在接触《仙剑奇侠传》之前，我已经玩遍许多种类的主机游戏。因为当年叔叔开了一间计时型的电动店，即使店里有客人在玩游戏，我也可以坐在旁边看看，甚至跟他们讨论游戏内容。没有客人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电动玩到饱。所以在小时候，我接触过超级多游戏，但基本都是日文的。如果想要知道攻略，可以看杂志；如果想知道剧情，就只能自己脑补了。在那个没有网咖的年代，家里又没有电脑的情况下，我是怎么接触到《仙剑奇侠传》的呢？答案就是我的邻居兼青梅竹马的他，家里有个学电脑的叔叔，装了一台纯 DOS 指令的电脑，还安装了许多 A 碟磁碟片的 DOS 游戏。那时候我还记得接触到全中文的游戏《仙剑奇侠传》带给我多么深刻的感动。我还记得当年的剧情让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现在重玩《仙剑奇侠传》让我想起当初跟他18相送，他来我家玩 Sega， 我去他家玩电脑的美好回忆。这次玩的不只是游戏，而是我们当年的青春。你有没有因为游戏而想到谁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吧。江湖救急，恳请各位大侠帮肉肉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激不尽。谁小时候没有一个大侠梦呢？想要练成绝世武功，纵横四海，当个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。尤其是身为侠二代南道侠的儿子。然而现实总是残酷，就算被罗刹鬼婆拿锅铲敲头，要帮客人端茶倒水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游手好闲。一早就被通知有工作，社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逃跑。第一次玩看到这个密道的时候，觉得也太酷了吧，好想在房间装一个随时可以绕跑。在把房间所有的柜子都偷一遍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出去接客了。客栈来了几个苗人客户，一来就直接说要包场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？爸爸吩咐了不准任何闲杂人等上来，然后很霸气的让我们下去领500。本来准备了桂花酒要招待财神爷，但是被苗人们嫌弃酒不够烈，惨遭退货。刚好门口一个酒鬼吵着要喝酒，就把 A 起来的酒分他几口，说好只喝1口，但桂花酒被酒鬼喝光光。他说看在酒的份上，愿意破例教导我们几招剑术。所以明晚3更十里坡山神庙，我跟酒鬼有个约会。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激情？酒鬼走后，婶婶把我们叫进厨房，叫我们去市场买些虾回来，若是买不到就向打鱼的船家问看看。来到菜市场买虾，发现菜市场的热搜话题关键字孝顺王家小虎子仙灵岛求药救父。接着到海边打听虾席，发现最近风浪太大出不了海，所以没鱼也没虾。热搜上的仙灵岛情报不一，有人说有仙女，也有人说有凶肥婆。既然没有虾，听完八卦就准备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遇见青梅竹马的香兰，告诉我们婶婶昏倒了。匆匆忙忙赶回客栈，王大夫说婶婶的病已经拖很久了，只是瞒着我们。久病未医加上操劳过度，连大夫也说希望不大了。刚好发现婶婶昏倒的就是刚从仙灵岛求药回来的王小虎，跟小虎子确认仙灵岛上可以跟心肠很好的漂亮仙女求很灵的丹药，就请小虎子帮忙照顾婶婶，我们往仙灵岛求药去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客栈包场的苗人首领突然出现，似乎知道我们要上仙灵岛求药。他告诉我们仙灵岛有一个水月宫，里面有炼药的仙姑，但是没有仙缘的人无法通过岛上的仙法禁制，若是无法破除阵眼，这辈子都找不到水月宫求药。他交给我们一把破天锤，只要将正中6个阿修罗神像敲碎，便会出现一块发光的石板，踏上石板就能进入水月宫。临走前还送我们一颗防止胀气的丹药。吞下忘忧丹，我们就往仙灵岛出发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虽然担心晚上会有更大的风浪，去过仙灵岛的张志哥还是愿意划船载我们去仙灵岛求药。很快我们就到达仙灵岛，准备进去破阵求药。小时候觉得很合理，长大越想越奇怪。我觉得婶婶突然生病很奇怪，哪有那么巧？就在苗人突然住进来之后，婶婶就忽然生病。虽然大夫说已经拖很久的病了，但是婶婶生病后，我们并没有跟苗人说我们要求药。苗人首领就突然出现，而且很肯定我们就是要上仙灵岛求药，搞不好一切都是苗人的阴谋啦。
虽然带着破天锤代表苗人本来就要进攻水月宫，但是婶婶我觉得是被苗人偷偷下毒生病的，你们觉得呢？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到这个荷花池迷宫，差点被劝退，一直原地打转都走不出去。把6个阿修罗神像都砸了之后，回到入口处，有一块发亮的石板，踩上去，然后出现一条道路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水月宫了。入口处有一个仙灵洞天的石头，非常霸气。正在寻找水月宫的入口，忽然看到一套女生的衣服，难道这可是20年前马赛克的18禁啊！为了救婶婶，只好先拿走仙女的衣服，威胁仙女用仙丹来交换她的衣服，不然就让她光着屁股回家。仙女要我们走到10丈外，先把衣服放下，然后再回来拿仙丹。乖乖走出10丈之外，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愤怒的仙女从天而降，在我们说明是为了重病的婶婶前来求药，而且从小没有爹娘，是婶婶一手带大。原来我们都一样，孝心感动仙女，便叫我们跟着进去取药了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拿到婶婶所需要的紫金丹了。仙女说，吃完紫金丹之后，只要睡几个时辰就会好了，可以准备回去救人。仙女说，她名叫赵灵儿，今年16岁，因为姥姥不准她去外面，只能待在水月宫。跟她约定好之后，带她去庙会玩，我们就要准备回去救人了。刚到门口，灵儿的姥姥就回来了，看到我们闯进水月宫，姥姥十分生气。灵儿跑来帮我们说话，说我们是孝顺有礼貌的孩子，但姥姥因为担心水月宫秘密外泄，便变身成半蛇半人的真面目，要除掉我们。灵儿说她因为沐浴的时候被我们那个、这个、那个、这个姥姥给我们2条路，一条路是结婚，一条是割断双手舌头，永远无法泄露水月宫的秘密，所以我们只好结婚啦。虽然说要结婚，但是婶婶还在等紫金丹救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逃出水月宫。灵儿告诉我们，明天是师父的忌日，姥姥一定会到师父的坟前上香，到时候一口气跑到海边，我们应该就可以逃走。我们跟灵儿道谢，说大恩大德永世不忘。灵儿低头唱着，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今日种种，逝水无痕。明夕何夕，君已末路。灵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我们安慰灵儿说，等婶婶病好了，一定会正式上门来提亲。然后就发生坏坏的事情。我们霸气地说，天亮了，哥要走了。跟灵儿道别并承诺我们很快会回来接她，就要赶快回去救婶婶了。
当四哥非常够义气，等了我们1天1夜，以为我们差点回不来了，没想到我们福星高照，而且有非凡艳遇。回到客栈，婶婶还没醒来，赶快为婶婶服下仙灵岛求来的紫金丹，不然我们感到一阵头晕，昏倒在地。苗人给的忘忧散发作，昏倒在地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求药跟求婚的事情通通忘得一干二净。忽然想起我和醉鬼有个约会，说要教剑法，搞不好是个高人。我们准备去十里坡准备约会。要出门前遇到苗人金主，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。总之他们今晚不回家，叫我们可以直接打烊啦。还跟我们说少知道一些事情可以活久一点。我们也很忙，要准备去学剑法，准备前往大名鼎鼎的十里坡剑神出产地。到了山神庙，其实我们昨天在仙灵岛 happy， 代表我们迟到了1天，九剑仙也迟到了1天。九剑仙说要回报我们赐酒之恩，所以要教我们一套剑法。这套御剑术实在是帅到爆炸，可恶，被他装到了，好帅啊！这套剑术实在太帅了，我们立刻跪下拜师。不过九剑仙说自己是个漂配的男主喊，没有要收徒弟，离开前还耍帅念诗。御剑乘风来，除魔天地间，有酒乐逍遥，无酒我亦癫。一饮尽江河，再饮吞日月，千杯醉不倒，唯我九剑仙。可恶，好帅！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啦，肉肉打击，我们下周见。